欢迎来到优秀汉语口语的第一个秘密或第一个规则。现在整个视频课程会教你一个非常不同的学习汉语的方法。如果你遵守这些秘密或规则中的每一个，我答应你，你的汉语口语会大大提升，你会做出很大的进步。我也保证你会更好的享受学习汉语的乐趣，你会更喜欢说话，你会感觉更好，而且这些所有的事情都会发生。所以让我们开始。什么是秘密一？第一个秘密是总是学习短语，而不是一个一个的词。好的，那么什么是短语？短语就是一组词，不需要是一个完整的句子。尽管完整的句子很好，但这是一组词多于一个词，而那是一句话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规则，简单的秘密却无比强大。事实上，当你在说短语的时候，这是学习和掌握语法的关键之一。这个方法比只学习语法书好太多。在你的传统的学校的汉语课程中，你有很多汉语书籍，你是怎么学汉语的？当你学汉语时，你有很长的汉语词汇表，对吗？通常就像书本的后面有一个列表，你会看到这些词，然后可能是用你自己的母语翻译的意思，而你刚刚研究了这些单词列表，并记住它们，试图记住它们，准备考试，然后你可能忘记了其中的大部分，这就是通常发生的事情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痛苦和无聊的方法，对吗？实际上，没有人喜欢这样学习词汇列表。一个好消息给你的是，停止记住词汇，它没有太大作用。你不需要再这样做了，所以你需要做的是专注于自然的、真实的汉语短语。当你这样做时，你将获得免费的自然的语法。让我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，非常简单。小麦讨厌冰淇淋。讨厌当然意味着不喜欢，而且是非常不喜欢，所以小麦讨厌冰淇淋。让我们想象一下，讨厌对你来说是一个新词，现在以正常的传统方式学习。你会发现在书的后面，讨厌这个动词的意思是不喜欢，你会把它写下来，讨厌的意思是不喜欢某事，然后你会研究那个动词，你会学习所有这些关于如何在不同情况下动词的使用规则。对，我讨厌，他讨厌什么什么，然后你试着记住讨厌的使用情况和词性，然后你就必须记住如何运用它。那是做这件事的老方法，它很痛苦，很无聊，而且没有效果，因为它会让你在本应该轻松自如的说话时想得太多。当你学习一个短语时，你只需要写下这个短语。所以首先你从一些自然的汉语中得到你的短语，然后你写下小麦讨厌冰淇淋。总不要只写一个词，永远不只是写下单词的字典形式。你不会写下讨厌，你会写下小麦讨厌冰淇淋。你可以放一张便条来提醒你这个短语的来源，这会告诉你它来自你读过的故事，或者它来自你在电影里听到的。
不管它是什么，它会让你想起它的真实情况。现在当你学习这个短语时，小麦讨厌冰淇淋，你在研究，你会自动获得语法的短语，你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学习。你总是会说我讨厌冰淇淋这样的短语来自然的学习。他讨厌我，他讨厌冰淇淋，我不讨厌他，这会慢慢成为自然的。看看，这就是母语人士学习语法的自然的方式，这就是我小时候自己学习汉语语法的方式。我们不深入研究语法规则，当然也不研究词汇表，但我们从父母和其他人那里学到，我们一直听到的是自然的短语，所以对我来说，自然是深有体会的。如果我说小麦，我总是要犹豫讨厌的位置，或者是否添加其他词，因为我听过很多次这样的短语，所以我感觉得到，我不需要考虑它，我感觉它，因为我学到的是一个短语，而不是一个词，也不是来自教科书的语法规则，就是这样。但你必须一直这样，所以永远不要再学习一个词，总是学习短语，总是学习短语。当你学到新东西时，写下完整的短语，甚至完整的句子，超级有用，而且这非常强大，又非常简单。现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，去给自己买一个短语笔记本，一个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，放在背包里或者口袋里。在任何时候，你在汉语中发现了一个新词，也许你正在阅读一些书，你只需要把它写在你的短语笔记本上，但你要写下整个短语或者句子。所以如果一个新词讨厌，你不会只写下讨厌这个词，你要写下完整的句子。小麦讨厌冰淇淋，我讨厌冰淇淋，或者小麦讨厌你。但你总是会写下至少3-4个与该词相关的词，这非常非常重要。当你学习新词时，你只是不断添加已经学过的词汇去理解，然后当你学习时，当你复习你的词汇时，你总是复习完整的短语，永远永远不研究单个的词，总是复习和研究完整的短语。你这样做，你首先学会如何自然而正确地使用词汇。你有时会看到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某些词，而不使用另一些词。你怎么知道如何自然而正确地使用词汇的方法？那就是通过研究你从真正的汉语中得到的短语。真正的汉语，我的意思是不是教科书。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是，你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获得自然而不费力的语法。你会在那些短语中获得很多自然的语法，你不需要考虑它，它会自然的存在。如果它是一个自然而真实的短语，动词是正确的，宾语在需要的时候出现，正确的介词在那里，你不需要考虑我什么时候用这个，我什么时候用那个，我什么时候用介词，你不需要考虑这些，只需要学习短语。最终你会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这些短语，有很多重复，你会开始感觉到这些东西在汉语中是如何工作的，语法是如何工作的，介词是如何工作的，你什么时候使用某些词汇。
这些都在不知不觉中自动发生，这意味着你不需要一直想着怎么说。这就是孩子学习语法和词汇的方式，你也必须这样。如果你想说汉语，轻松、自动、毫不费力，就是这样。我们的规则非常非常简单。第一，我们的秘密是永远学习和研究短语，而不是单独的词。好，这是秘密一，我们有7个。当你把它们放在一起时，你会有一种全新的汉语学习方式，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。遵循第1个秘密，总是学习短语，而不学习单个的词。下期是我的第2个秘密，我是夏天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